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3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啊，这就意味着1年1度的报税季又来了。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如何给你的出租房报税。老麦也在这里帮大家解析一下如何看懂出租房报税的必用表单 Schedule E。首先 Schedule E 是一个2页的表单，那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出租房的房东来说呢，咱们只需要 Part 1， 也就是这2页表单的第1页。第2页呢是合作公司或者是农场什么的，跟咱们出租房报税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哈。OK， 那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先来确认一下什么是出租房收入。出租房收入指的是你的房租收入减去出租房的开销。那房租收入就很直白了就是租客给你的钱。但是出租房的开销呢，却是一个很长的表单。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保险费、HOA 物业管理费、中介费。清洁费，那房子如果要是坏了，哪里需要坏了需要维修的这个维修费，房东支付的水电费、清理垃圾、地税，贷款的利息。那如果你给房子打广告找租客的话，那这个广告费用也可以算，家用电器的折旧、房屋的折旧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很多外州投资房子的房东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差旅费和食宿费。比如我住在纽约，然后我在波士顿投资了一套房子，我每个月呢都要开车从纽约到波士顿看一次房子，住一次酒店，路上还要吃饭。那这里产生的这个酒店费用、汽车开的这个 mileage， 还有50%吃东西的这个费用，都是可以当做出租房的 expense 来进行抵税的。那这个完整的开销表单呢，就在 Schedule E 里，从第5项到第19项都是 expense， 然后你的第3项和第4项呢，这是 rental income， 也就是出租房的收入。在这里呢，有2项比较重要，老麦想跟大家再多说2句。第一就是这个清洁费，也就是第7行之前有小伙伴问我说，如果租客走了，然后房东自己打扫房子，这个可以不可以当做 expense 来进行抵税？那答案呢就是不可以，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干，不是产生的费用，所以呢不能记在房屋的支出里面。如果你请一个清洁团队来帮你清理，那这个呢就是产生的费用，是可以正常抵税的。第2点就是有关出租房的折旧，也就是 Schedule E 里面的第18项。折旧这个概念就是当你花一大笔钱去改善出租房的某一项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换了屋顶，那它的支出呢，在报税的时候并不是一次性出去的，而是它呢在这个使用的寿命之内呢，按照规定的方法来进行支出的一个分摊。那比如房子本身的折旧呢，就是27.5年，那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折旧呢是5年，但是有些东西却是不可以折旧的比如说地皮、土地，这个都是不可以折旧的。那折旧本身呢，其实是一种税收的优惠，毕竟咱们可以理解成折旧其实是在减少你的 rental income 出租房的收入，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抵税，但是是有年限的。那有关折旧这个话题呢，其实非常大我觉得可以单独的开一期视频来跟大家细细的说。那本期视频由于篇幅的原因呢，咱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咱们还是全局的来看这个 Schedule E 应该怎么填。总之大家在这里遵循的一个 mindset 呢，就是报税的时候，你的出租房其实是你的一个生意那既然是生意的话呢，咱们就要看收入和支出，每一项都是要记录在案的。OK， 当你把你所有的出租房的收入、租房的收入加起来，再减去上面这一大堆 expense， 这个呢才是你的 rental income 可征税的房租收入。那到了这一步呢，咱们已经计算出了你今年出租房的盈亏那这里呢，大家肯定就会面临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有 rental income， 也就是说呢，这个最终的数字是一个正数，那说明了你去年出租房赚钱了。那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负数，那说明呢你去年的出租房亏钱了。咱们在这里分别分2种情况来讨论，看看如何进一步省税。那听到这里，大家觉得如果我说的还不错，别忘了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YouTube 的网友呢，别忘了点开小铃铛。那咱们继续来看一看这出租房应该如何省税。
OK， 那如果你的 rental income 是负数，也就是说你最终的 rental 呢是一个 rental loss 啊，你一年下来的出租房并没有赚到什么钱，那根据第21项的要求，你必须要填写Form 6198这张表。那这张表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全称啊是 At Risk Limitations， 也就是说你在过去的一年从事了一些产生风险的活动，并且产生了亏空。那你投资出租房，并且把出租房租给了租客，过去一年并没有赚到钱，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所以啊需要提交6198表格。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必须要告诉国税局说，哎，你过去一年忙活了一年，但是一分钱没挣着，那这个呢也是必须要记录在案的。同时啊，也就意味着今年你出租房的收入也就不需要交税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盈利嘛。那大家听到这里可能觉得挺亏的哈，咱忙活了一年还没赚到钱。事实啊可并不是这样，因为啊这部分亏空你可以继续利用来抵消你来年的出租房收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今年的房租收入呢是1万块钱，然后你的出租房的 expense 是15000，那就根据 Schedule E 来说，你今年一年净亏了5000。这么来说呢，你今年的出租房啊，首先收入就是免税了，其次啊，这5000刀呢是可以 carry over 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明年的出租房的房租收了1万，然后你的 expense 是2000，那你的净利润呢就是8000。按理说呢，你就要开始交税了，因为你赚钱了嘛。但是因为你去年亏了5000块钱，所以你可以把之前亏的这5000啊用到今年来进行抵税。那8000减5000等于3000，你只需要为这3000块钱的盈利来交税，这个呢就叫做 carry over， 也就是说啊，这5000刀的亏空你是一直可以带着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例子。我在刚刚开始当房东的时候，觉得这个 rental loss， 就是房租的这个亏空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才知道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因为啊，它可以帮你抵消未来的好多的税。所以大家不管是给出租房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叫 contractor 来维修，或者呢是更换了一些家电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些小票都要留好，因为这是你之后未来抵税的凭证。那这个时候啊，就会有网友问了，说如果我的出租房一直报 loss 行不行？会不会被国税局盯上，然后被 audit？我的理解呢是，如果你刚刚开始投资出租房，前几年啊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不会被盯上。之前小夏的视频里也说过嘛，美国1半以上的房东啊都在报 rental loss， 所以出租的头几年你是可以，如果你一直报 rental loss 的话，那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10年或者是几十年的老房东了，你还一直报 rental loss， 大家想一想啊，如果 IRS 一看说这个人已经当了20年的房东了，年年都在亏钱，但是他呢年年还在运行他的出租房，是不是非常可疑？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被国税局 IRS 盯上。如果发现你偷税漏税，那情况可就非常不好了，轻则呢罚款，重则还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况且啊，大家之前用的那张6198的表格，一切的亏空呢都是记录在案的。OK， 那咱们说完出租房亏钱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你的出租房赚钱了，应该怎么办？那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按照收入来交税。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IRS 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也就是合格业务收入减免，英文呢叫做 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Deduction， 简称呢叫做 QBI。根据 QBI 的规定呢，房租的净收入的前20%是可以直接免税的。那咱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 rental income 净收入最后报的是10万美元，那根据 QBI 呢，你的前20%，也就是前面这2万美元就可以直接免税了，剩下的税呢是从这8万美元开始收起的。这个啊是2019年刚刚出台的新规定。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啊，比如说每年必须要有250个小时花在投资房上面，以及31万5就开始 phase out。如果你的房租净收入超过41万5，那就完全 phase out。这些有非常多的小规定。那这些小规定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去具体的 IRS 的网站上看一下 QBI 的要求，或者呢是找专业的 CPA 来进行咨询。
那说到这里呢，也就回到咱们上面说的啊，如果你的出租房生意做得很大了，名下有很多名下有公司，或者是公司拥有很多的房地产，但是你还年年报 loss， 这个呢就非常容易被国税局盯上。如果你是一个小房东，名下只有一两套房子，而且还是刚刚起步，一般报 loss 都是可以的。以上呢，基本就是 Schedule E 出租房报税单的填写，是不是其实也挺简单的？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生意一样计算它的收入和开支，然后根据净利润来进行缴税。那聊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呢对出租房报税有一个大概的掌握和了解。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所启发呢，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有什么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们。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